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，我是 Susan。前段时间我育的几种青菜苗呢，现在可以移栽了。可是我的地还没有整理出来，怎么办呢？于是我突然想起了回收桶，在里面呢翻出了2个纸箱。这个箱子的深度在23厘米，看上去呢质量不错，也很厚。我把4个边呢再给它窝进去，这样呢还能增加点厚度。又翻出了一个小一点的箱子，深度只有15厘米。我把4个边解下来插到箱子里，还可以增加一点它的高度和厚度。如果箱子太软太薄，我怕到时候装了土浇了水之后时间一长，纸壳吸足了水分呢，就很容易烂掉，拖不住土。只要纸壳在天天浇水的情况下能够保持2个月不烂，那么我就可以用它来种一些快种快收的绿叶菜了。装好土之后呢，为了方便管理，我还是把盒子移到了 deck 上。最好呢把盒子抬高，不要直接放在地板上，这样呢盒子的底部就能通气。如果直接把盒子放在地板上，盒子的底部一直是潮湿的，时间一长呢，纸壳就很容易烂掉，而且也会把地板弄得很脏。土呢我加的并不是很多，只要菜能长就可以了。2个纸盒的土的深度呢都在12.3公分的样子，并没有把整个纸盒呢都装满土。土吸足了水分之后很重，时间一长呢，纸盒的底很容易漏。一般绿色的叶子菜呢，土有10几公分深就可以生长了。好了，我们开始种了。由于土壤有限，空间有限呢，我们要好好规划一下。我呢先开3条小浅沟，然后等一下大一点的菜苗呢，最主要种在这3条浅沟里。然后在沟里呢加一点肥料，不用太多。因为用纸盒种菜呢，种植的时间不能太长，从移苗到收获呢，在2个月左右呢是最合适的，不要超过2个月。时间太长，纸盒就烂了。这个大一点的盒子呢，我们来种一些台湾小白菜，它呢比一般的小青菜要长得高，这个大一点的盒子呢正合适。移苗之前要浇透水，然后轻轻的呢把苗从育苗盒里捏出来。我们挑一些稍微大一点的苗种在刚才我们开的3条浅沟里，然后剩下来的小苗呢就可以见缝插针了。在阳台，不管是种花种菜呢，我们都要保持环境的干净，因为我们用的土呢都是有肥料的，肥料都是有味道的，天一热呢就很容易引来小飞虫。而且如果您用的是花盆，花盆下面有接水的托盘，托盘里呢千万不能长期积水。刚移的菜苗不经晒，我把它放在半阴的地方，而且这几天呢一直在下雨，我就没有浇水，直接呢让纸盒淋雨，看看纸盒的牢固度。吸足了水分的小苗，每天早上叶片周围呢都会有一圈小水珠，说明它们的根系现在很健康，我们就不用担心了。太阳好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它们移到太阳下晒晒太阳。淋过雨的纸壳，只要太阳一出来，没有接触土壤的部分呢，就会很容易晒干。下面接触土的部分呢，由于一直有水分，时间长了呢，纸壳就会慢慢的变软。不过大家不要担心，只要纸壳的质量不要太差，供我们种一茬蔬菜是没问题的。阳台种菜呢有它的好处，就是特别容易管理，而且像蜗牛鼻涕虫是不会爬上来的。不过随着天气渐渐热了呢，像白粉蝶、菜青虫还有浅叶虫呢，偶尔也会出现在我们在阳台种植的蔬菜上。一般青菜长得很快，我不用喷任何的东西来防虫。只要经常检查叶子的背面，发现有虫子的叶片呢，把它摘掉，或者呢旁边插一个粘虫板，再不行呢就简单的罩一个细纱网，这样基本上就可以很好的在阳台上防虫了。如果不下雨，我会每天都浇点水。1个月过去了，盒子保持的还算完整。我土加的很浅，盒子里有10公分左右，阳光不是特别足，所以菜的杆子长得特别嫩。
从移栽菜苗到现在过去了28天，我觉得呢，今天我可以先采收一部分。一是因为我发现了几片病叶，二呢，我发现绿色的小青菜长得有点细，而且白色杆子的小青菜呢，还没长大就已经要开花了，所以我要趁它们还嫩的时候呢，赶快采摘，要不啊，过几天就会老了。没开花的小青菜呢，我就先留着，让它们再长大些。现在剩下来的菜啊，都可以见到阳光了，希望下一批的叶片能长得稍微大一点。检查一下盒子的底部，现在是越来越软了，再坚持1个月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纸盒泡软了，等到全部收获之后呢，我们还可以用它来堆肥，或者呢放到蚯蚓箱，一点也不浪费。我尝试下来，用纸壳种菜非常方便，而且效果啊一点不比其他容器差。只要不用太软的纸箱，那么该浇水就浇水，根本不用担心种到一半纸箱的底就漏了。如果非要说用纸箱种菜有什么缺点呢，那就是不能够反复利用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生活中本来就不缺纸箱。纸箱被回收之前呢，还能用它种1次菜，种完菜之后呢，还能作为肥料用在我们的菜园里。这或许是一个纸箱最好的归宿了。白色杆子的小青菜呢，不太适合在这个温度下生长，我把它全部剪掉。剩下来绿色和紫色的2个品种呢，还都是菜苗，一点没有开花的迹象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们留着。在换季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土地已经翻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可是啊，菜苗还没长大。有时呢是菜苗长得太快，可是啊，地还没准备好。这时候我们不妨试试找几个纸箱，让我们已经育好的菜苗呢，在纸箱里有个过渡。这次纸箱种菜的结果呢，我还算满意。而且现在纸箱里呢，空出了一些地方，我准备把种的比较密的辣椒苗啊，先一颗一颗的分开移到纸箱里。在纸箱里呢，先有一个过渡，等它们长大一点再移栽到地里。大家尝试过用纸箱种菜吗？纸箱在我们的菜园里还有什么其他用途呢？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。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全部内容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